11月18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11月理事会上，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表示，中方反对机构将预算用于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这样的核扩散活动。自 AUKUS 高调启动核潜艇转移以来，中方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坚决打掉美英澳三方不可告人的图谋。此外，在日本福岛核污水直接排入太平洋一事上，国际原子能机构也给日本政府背书，显示了赤裸裸的双重标准。18号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11月理事会上，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王群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防扩散挑战，必须予以妥善处理。王群提出至关重要的3点原则，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必须坚持防扩散职能和政治方向，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对于3国核潜艇合作所涉保障监督问题，王群强调，美英澳必须坚持去年11月启动的成员国主导的政府间审议进程，这不是3国和秘书处之间的所谓技术交流或私相授受可以替代了的。3国核潜艇合作涉及核武器材料的扩散，任何保障监督安排均需通过开放式政府间进程，由成员国主导讨论并协商一致得出结论。对于美英澳3国企图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私相授受，强行推动不合规矩的安排，王群指出，不论是什么方式、什么名义，借此造成既定事实，都将是无效的，而且还将严重破坏机构团结，瘫痪机构职能，使机构分崩离析，甚至危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王群呼吁3国三思而后行，放弃上述对抗行径，重返国际防扩散体系的正轨，呼吁机构总干事切实履职尽责，严格按机构规约和成员国授权行事，呼吁全体成员国戮力同心，共同采取有效措施，共同维护 NPT 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对于美英澳3方的核潜艇的合作，它的性质，国际社会上不只是中国，有很多的国家质疑，这是有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是一种核扩散的风险。中方在不断的提醒相关的机构和国际社会保持警惕。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不是中方第一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平台上就美英澳3国企图进行核潜艇技术转让一事与之进行外交斗争。今年9月中旬，王群表示，中方挫败了一些国家企图劫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图谋。广大国际社会的成员对AUKUS 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实际上这个3国的核潜艇从本质上那就是错的，不光是赤裸裸的核扩散，而且的话呢还直接抵触那个机构的规约的宗旨。不到半个月之后，美英澳再次企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期间造次。这次，中方牵头在会上彻底打掉了美英澳3国强行推动的旨在为3国核潜艇合作谋求合法化的修正案。我们看一下美国就做得非常心虚了美英澳3国在这次理事会上突然提出他们的核潜艇合作问题。要另起炉灶，新设一体，就同一个问题设置重复的议题。最主要呢，他们就是想在设置的议题中刻意回避3国核潜艇所涉及到的核武器非法转让问题。这充分印证了3国从事核扩散非法行径做贼心虚的那种虚伪面目。在原则的问题上，中方是寸步不退的，而中方寸步不退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大家都希望能够维护国际规则，来保障国际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表示，中方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将预算用于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这样的核扩散活动。您对此有何解读？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中方外交人员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上，利用西方国家创建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利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际法，也就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站在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上，坚决反对美英澳核动力潜艇合作这件事情，
等于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树立了一个对外敢于斗争与胜于斗争的典范。然而，让中方外交人员始料未及的是，事态并没有向着中方所预想的方向发展。中方原本是想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这件明摆着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事情上，为中国主持正义。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却不仅没有认定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这件事情违法，并阻止这一行为，反而以拨款监督这件事情的名义，为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行为背了书，也就是变相承认了它的合法性。于是我们看到，原本中国与美英澳的矛盾，就在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矛盾。中方对格罗西本人可谓是火力全开，格罗西不仅越俎代庖，也就是超越了自身的职权范围，将自身和职权凌驾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及理事会各成员国之上，而且背离了国际原子能机构防止核扩散的职能和政治大方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带头搞核扩散，这是中方必须要坚决带头反对的。那中国与美英澳三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激烈博弈，对接下来的国际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核扩散以及防止人类爆发核战争。然而，实事求是来讲，这几十年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这两项任务上可谓是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及格的。尤其是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项目是属于赤裸裸的核扩散行径，严重违背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这件事情上不仅不采取措施阻止，反而为其行为变相背书。假如此例一开，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会变成一纸空文。澳大利亚一旦部署核动力潜艇，势必就会引起印太地区国家的紧张，并使得他们也会谋求拥有自己的核动力潜艇。如此一来，就势必会在本地区掀起新一轮的核动力潜艇的军备竞赛。当然了，更加让人感到揪心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包庇美英澳合作建造核潜艇这件事情，不仅会导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分裂，而且会进一步打击这一机构本来就不高的威信。如此一来，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将会变成一纸空文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本身也将变成一个没有公信力的空架子。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11月1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后启程回国。离开曼谷时，泰国总理巴育夫妇、副总理兼外长敦等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曼谷期间与泰国总理巴育举行会谈，并与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和王后素提达会见。习近平强调，中泰友好绵延千年，两国人民情同手足。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愿同泰方弘扬中泰一家亲特殊情谊，赋予中泰一家亲新的时代内涵，开辟中泰关系新时代，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往、多走动，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巴育热烈祝贺中共20大成功召开和习近平主席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取得辉煌成就。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习近平主席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来泰，意义重大。会谈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巴育和夫人纳拉蓬举行的宴会。18号晚，习近平在曼谷大王宫会见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和王后素提达。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哇吉拉隆功、素提达及西里瓦瓦利公主合影留念，亲切交谈。习近平指出，中泰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亲戚、好伙伴。国王和泰国王室长期关心支持中泰友好，为传承两国友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发挥了特殊和重要作用，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欢迎国王和王室成员多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哇吉拉隆功表示，非常荣幸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夫人访问泰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我对此十分敬佩。我曾多次到访中国，亲身领略了中国的大好河山、活力魅力和发展进步。我期待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19号上午，习近平在曼谷继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围绕可持续贸易和投资问题进行了讨论。习近平指出，自由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也是实现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提出3点主张：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要坚持普惠包容，实现互利共赢；要坚持开放区域合作，共促亚太繁荣。会议发表了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和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曼谷目标。根据宣言， APEC 领导人同意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应对当今的各种挑战，包括通货膨胀、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APEC 领导人也对今年在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APEC 领导人还强调，全体成员决心实现经济复苏，并将强化系统建设以应对未来危机。泰国总理巴育向记者介绍了宣言的相关情况。APEC has prepared a multi-year work plan to continue dialogue on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or FTAP, in the post-COVID-19 global context, and to prepare for new trade and investment issues. APEC 闭幕会上，巴育将本届会议的标志物一个泰国竹篮交给下届主办国领导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下一届 APEC 会议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泰国竹篮在本地被称为 Chalom， 竹子是亚洲的代表性植物，竹子被赋予柔软、聪明、坚韧、果断的精神。东盟国家曾提出过竹子外交的理念。随着泰国总理巴育将本届 APEC 的象征 Chalom 一个泰国特色的竹篮移交给了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为期2天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落下了帷幕。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巴育宣布，他与 APEC 各经济体领导人通过了联合声明，表示这是亚太地区所有经济体和与会者的共同成功。泰国曼谷邮报17号发表题为《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 APEC 愿景》的文章，认为中国在 APEC 会议中发挥积极作用，践行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作为整个东亚合作非常重要的一方，实际上对于稳定整个亚太的经济，我觉得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这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贡献，不仅仅是对 APEC 的贡献，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么多年来区域这种经济合作做出的一个巨大贡献。东南亚地区以这个东盟地区组织为这种引领的这种区域治理，实际上在打造了和中国啊，或者是和中日韩共同打造了一个亚洲的高光时刻。从 G20 巴厘岛峰会到 APEC 会议，在亚洲时刻的国际舞台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与10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见，增信事宜，引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多国领导人纷纷主动与中国领导人对表。中国这一轮元首外交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广泛赞誉，外界也期待中方发出的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中国明年主场外交的重头戏。出席 G20 领导人第17次峰会，是中共20大胜利召开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的首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近3年来，习近平主席首次线下出席 G20 领导人峰会。从11月14号下午抵达印尼巴厘岛，到17号上午启程前往泰国曼谷，在不到72小时的行程中，习近平密集出席10余场双边会晤会见活动，与10多位国家领导人或国际组织负责人会面。
而自17号下午抵达泰国曼谷出席 APEC 会议期间，习近平又密集会见了包括日本、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在内的领导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惊叹，这是中国元首在多边外交场合刮起的外交旋风。习近平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双边的会见，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对于开创中国新时代的这个大国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于推动这种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的对外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创，可以说都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引领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深圳卫视特派记者在大国外交的现场，就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会见向多位外国领导人提问。What about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What about the high-speed train from Jakarta to Bandung? I have meeting this evening. Yeah. Are you happy to meet him? Yes, of course. Yes. Hi, Premier. How is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meeting? Sorry. 深圳卫视注意到，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几乎每一位与习近平会见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政要首先向中方表达的内容。分析认为，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认同。梳理习近平主席的会面对象发现，这些国家极富代表性。从地理位置看，覆盖6大洲；从距离上，既有距离中国最远的国家阿根廷，也有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韩以及接壤的越南。中国把自己在20大之后的一些坚持对外开放啊，包括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一些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精华内容，由领导人来阐释，实际上对于稳定全球对中国的预期。在下一步，我觉得开展各类的这种国际活动来说，都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其中，在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召开的前一天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更是为 G20 和 APEC 2场重要国际多边外交活动定调。习近平对拜登表示，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深圳卫视注意到，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表示，宽广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2国。8年间，中美合作的领域从太平洋扩展到全球，这是中国实力和地位不断提升的真实写照。拜登则在祝贺习近平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表示，美中作为2个大国，有责任保持建设性关系。2国元首还当场指示2国外交、财经等团队进行战略沟通和协调。从印尼巴厘岛到泰国曼谷，在密集的双边多边外交活动中，习近平不断向外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宣示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决心。中共20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而在元首外交的场合，习近平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向全球宣示：我们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不仅是在中国国内，那么在对外，那么外部世界恐怕也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的这个帛画有了完整、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同时呢，中国领导人也反复强调，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发展，对于外部世界它带来的是一个极大的空前的这个机遇。中国愿意向世界，特别是这个亚太地区来分享这样大的一个机遇。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菲律宾总统马克斯等国领导人均透露，收到并愉快地接受了中方发出的访问邀请。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18号在讲话中还透露，明年中方将考虑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显示这一重要的中国主场外交平台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也让外界对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承诺有了更多期待。以大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力和这种决断力，中国一定会办得到，也一定会办得好。所以接下来北京的外交舞台将会一如既往的精彩。那么中国全方位大国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会越来越进入到佳境。
东南亚多边外交周今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对于这3场多边会议有哪些最深刻的印象？中国全方位大国外交有哪些特别看点？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泰国曼谷参与报道的深圳卫视特派记者罗代娇。代娇你好，给我们分享一下。从11月12号开始，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G20峰会，再到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从柬埔寨金边到印尼巴厘岛，再到泰国曼谷。我和同事们穿梭3地，全程参与一线报道，深刻感受到疫情以来首度恢复线下举办的3场会议，汇聚了全世界的目光焦点。世界已经进入亚洲时刻，而站在舞台正中央的正是中国，大国外交成果显著。无论是在印尼巴厘岛，还是在泰国曼谷，习主席的行程都相当充实。出席会议，发表主旨演讲，会议间歇举行双边正式会谈。用外媒的话说是，各国领导人几乎是排着队想在习主席的行程单上挂号。他也在雄辩地告诉我们，面对面的会晤实在是太重要了。11月1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同印尼总统佐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就在会晤之前的5个小时，我成功采访到了佐科。当我告诉他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他立马停下脚步接受采访。当时我提问他有关会晤的消息，佐科非常开心地笑着指了一下地面，说就在今晚。19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泰国总理巴育举行会谈，双方宣布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同样是在会晤前进行采访，巴育听到我是中国记者，原本表情严肃的他立马露出微笑，和我们的镜头挥手示意，还说了句谢谢你。大国领袖展现大国风采，作为中国记者，我们与有荣焉。我和我的同事不约而同地感受到各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善意，对倾听中国声音的期待，对中国友谊的珍惜。CNN 驻印度尼西亚记者菲娜在 G20 的媒体中心告诉我，印尼在疫情之下和经济复苏艰难的情况下筹备 G20， 付出了很多努力。他说，习主席的演讲对于我们来说是莫大的肯定和鼓舞。那我个人感受很强烈的一点呢，还包括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在柬埔寨金边，当我用英语问路时，街头的年轻人愣了一下，用中文说：“你可以和我讲中文啊。”后来呢，当地的中国企业家告诉我，学习中文在柬埔寨是一件非常潮的事情。柬埔寨年轻人热爱学习中文，看中国电视剧。那这样的例子呢是不胜枚举，无论是在会场还是在街头，我都深刻感受到了中国朋友圈里充满着东盟国家的点赞。在寻找前行方向的十字路口，世界正聆听着中国的回答。谢谢代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特派记者邱倩怡。倩怡您好，把时间交给你。刚刚画下句号的这一段东南亚时刻，也被很多人视为是世界正从疫情中逐渐复苏的重要标志。我翻看自己的手机相册，也可以发现上一次线下报道国际会议还是在2019年11月，也是在泰国曼谷举行的这个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那在那之后呢，已经很少有机会线下近距离的观察大国外交和互动。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疫情之后的国际旅行让我们感觉还是很不一样。那为了提高效率，这一次深圳卫视的采访团队马不停蹄的一口气跑了3场会议。意外的是航班数量的减少。那比如从香港到曼谷的航班，一天现在只有2班。对于2个繁忙的国际化城市来说，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在国际旅行过程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的消散。飞机上的广播呢，经常提醒要戴口罩，做好消毒。那在跨国旅行的时候，还需要查验很多的信息，包括注射疫苗的信息。在我们前往印尼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还必须要在值机柜台确认下载了印尼政府一个类似于健康码的手机应用程序，才能够正常的登机。那线下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主办方也要做好全面的考虑。仅仅是从记者的参与人数来说，无论是 G20 峰会还是 APEC 会议，现场记者来自几十个国家，人数呢在2000到3000之间。因此呢，在媒体中心等室内场合，戴口罩呢是大家默认的一个潜规则。那在进入媒体中心之前呢，记者还要每天或者是隔天做好新冠快测。因此总体来说，这次恢复到线下举行的国际会议，可以说是在严密防疫措施的保护之下，尽可能的将会议活动恢复到了疫情前的状态。那从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和其他的参会人员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都非常的珍惜难得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从近期密集的双边活动呢，就可以看出来，
领导人呢都是抓住这个机会，尽可能多的跟同事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那也因此呢，虽然在会议举行前，不少分析都认为这几场会议面临比较大的分歧和艰难时刻，但实际上从我们全程参与来看，团结合作的声音还是在会场占据了主流。那尤其在疫情和世界局势动荡的背景下，实际上各国对于困难和挑战都是感同身受。因此，无论是对于多边主义的坚持，还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呼吁，每一个国家都发出了坚定支持的声音。美西，我在前方的观察就是这些。好的，也谢谢倩怡的分享，谢谢。当地时间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简短交谈。习近平表示，希望中美双方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共同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自中美元首14号巴厘岛会晤引发全球关注以来，中美财经团队以2次迅速落实元首会晤精神进行接触协调，取得了哪些成果？来看看报道。在与哈里斯的简短交谈中，习近平表示，我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富有战略性与建设性，对下阶段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希望双方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减少误解误判，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希望副总统女士为此发挥积极作用。哈里斯表示，两国元首刚刚举行成功会晤，美方不寻求同中方对抗或冲突。双方应在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合作，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副总统是美国行政系统的第2高位阶官员，仅次于总统。路透社在报道这次简短会谈时，引述一位白宫匿名官员的话表示，哈里斯在会谈中特别重申了14号中美元首会晤时强调的一个关键信息，即美中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以负责任地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事实上，外界注意到，就在习近平和拜登会晤后，两国财经外交团队快速落实元首会晤精神，已经进行了多次会谈。而习近平在曼谷应约与哈里斯简短交谈，显示两国领导人对相关工作团队的接触感到满意。高层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交往，包括对话机制的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会对增信事宜、寻找合作的机会。降低摩擦的这个烈度会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话还是要美方一方面言行一致，第二的话是展现出足够的善意和诚意。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与美国财长耶伦16号在巴厘岛 G20 期间会谈后，18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泰国曼谷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这也是两人之间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对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和多边区域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会见后发布的一份声明透露，戴琪分享了美国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愿景，与王文涛讨论了美中双边贸易问题，并强调了保持美中两国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戴琪与王文涛会面的前一天，他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曼谷 APEC 会场媒体中心共同举行记者会。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trade can be a force for goo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at delivers inclusive prosperity for all of our citizens. 此前，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表示欢迎。布林肯则在17号的记者会上进一步透露，应总统拜登要求，自己将于明年年初访华，届时将与中方重点讨论两国元首会面时提出的双边议题、地区事务以及卫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事务。他还表示，希望在两国元首14号巴厘岛会晤富有成效的基础上再接再厉。Is necessary if we're going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to deal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 we have, so that it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布林肯表示，确切的访华日期还在与中方协商当中，相关行程预计将在几周内制定。有美媒称，一旦成行，这将是布林肯上任后的首次访华，也将实现自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访华以来，美国最高级别官员的中国之行。双方能够携手寻找到一些合作的空间，来提升已经遭到严重损坏的这种中美关系。那对于双方而言，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应该这是一个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也是美国不得不解决的一个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 G20 和泰国曼谷 APEC 期间密集展开元首外交，向世界发出中国强音。您对此有何观察？事实上，此次习近平总书记的东南亚之行，可以说正是围绕对于世界之问的解答而展开。在全球疫情扑朔迷离、经济全球化前景不明、欧美国家又越来越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敌视态度之际，中国似乎有某种义务去做出回答。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回答世界之问？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而因此具备某种义务吗？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论是美国、俄罗斯，又或是欧盟，他们从来不会去回答世界之问，而是公然将本国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甚至堂而皇之的要求其他国家继续遵循沿袭自殖民时代的国际剥削架构，并美名其曰遵循国际秩序。还记得2010年4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澳大利亚媒体表示，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过上和美国、澳大利亚人现在一样的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我知道奥巴马的这番话落点是环保考量，但他其实有一个隐含前提，那就是中国人要过上富裕生活，如果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富裕生活，那就是不可接受的。12年后，这个隐含前提非但没有得到反思，反而进一步大行其道。西方舆论不会去思考欧美占据了远超应得的财富是否公义，更不会去探讨中国寻求应得的权益是否正当，而只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极尽挑剔苛难，质疑我们的航天，质疑我们的一带一路，甚至质疑中国人的筷子和饮食结构。这正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强调斗争精神。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我们能团结的，也必须团结的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便是中国回答世界之问的根本意义所在。它无关乎我们自身道路的道义性与正义性，而是中国践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承诺，去为了一个更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奋斗。习拜会后，中美财经团队这几天频频接触，外界高度关注。您对此如何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我本人持比较审慎乐观的态度。为什么我说持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呢？因为另一方面，外界看到，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6度对台军售，美国国会自8月佩洛西登台以来，连续多位议员扎堆窜访台湾，并公然探讨如何让岛内当局所谓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美国政府通过芯片法案，并发布出口禁令，明文要求限制中国发展超级计算机以及先进半导体产业的能力。很显然，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模式让中国人感到困惑。除了两面三刀，似乎我们也没有更好的理解方式。但简单粗暴地将美国人解读为骗子，也让我们对美国人的政策失去了有价值的判断能力，进而弱化我们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背后有一套我们所不熟悉的认知方式呢？我注意到中国文化有一种很强的二分法理念，我们会用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种方式来理解他人，用敌友区分来指导我如何理解你的行为，以及决定我该如何对待你。中国人对于他人会有一种基于敌友区分的预期，但美国显然打破了这一点。基于美国人的言辞，我们倾向于相信美国依然有合作的可能，而美国人的行为又违背了这一点。我的理解是，美国人在对外政策上很有可能并不具备这种二分法的理念。就美国的大战略而言，世界是围绕它而运转的，美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不过是实现美国利益与价值的载体或是障碍。实际上，这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坑起自己的盟友来毫不手软，是卖队友的一把好手，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要反复和中国强调两国关系的底线红线，去强调在中美关系上增添所谓护栏，不是因为美国依然带有某种与中国成为好朋友的美好愿望，而是美国希望最大化的通过一种低成本的方式对中国的崛起进行抑制。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